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洞见卓越。咖啡是一种广为人知的饮品，其主要成分就是咖啡因。咖啡因是一种天然存在于咖啡豆中的化学物质，具有兴奋中枢神经系统的作用。适量饮用咖啡可以提高注意力，增加工作效率，但如果摄入过量，则可能会引发一些不良反应。咖啡因作为一种中枢神经兴奋剂，能够抑制腺苷受体的活性，从而阻碍腺苷对神经递质的抑制作用，使大脑兴奋度上升。这不仅可以提高警觉性和注意力，还能改善情绪，提升运动能力，但同时也可能引发焦虑、失眠、胃肠道不适等问题。不同的食物会与咖啡产生复杂的相互作用，比如牛奶中的钙离子会与咖啡因结合，降低咖啡因的吸收。香料中的成分也可能影响咖啡的代谢，而含有酒精的饮料则会与咖啡产生协同作用，加剧其刺激性。因此，在饮用咖啡时需要注意这些潜在的相互影响。咖啡作为一种普遍饮用的饮料，其成分和作用机制都会与人体内的各种营养、物质和生理过程产生错综复杂的关系。只有深入了解这些相互影响，才能更好地把握适量饮用咖啡的诀窍，在享受咖啡带来的好处的同时，也能避免其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。适量饮用咖啡对人体的健康是有益的，它可以提高警醒性，改善情绪，甚至还能预防一些慢性疾病。但如果摄入过量，则可能会导致焦虑、失眠、胃肠道不适等问题。因此，要根据自身的身体状况和耐受能力，找到一个适量的饮用量，才能真正发挥咖啡的健康效益。除了注意咖啡本身的摄入量，还要注意与其他食物的搭配。合理搭配有助于提高咖啡的吸收利用率，降低可能产生的不适反应。同时，掌握合适的泡煮方法，选择优质的咖啡豆，也是享受咖啡的关键所在。只有掌握了这些技巧，才能真正从咖啡中获得最大的益处，实现健康饮用。4种不宜与咖啡同时的食物。1. 牛奶和乳制品。许多人习惯在喝咖啡的时候加些牛奶或奶精，但这2种食物却并不太适合与咖啡同时。牛奶中含有蛋白质和钙等物质，可能会与咖啡中的鞣酸和氯化物产生化学反应，影响咖啡的口感。同时，乳制品还会掩盖咖啡的香气。专业咖啡师建议，如果非要加奶类的东西，不妨选择一些无味的奶泡或植物性奶精，以保持咖啡本来的风味。2. 维生素 C 类食物。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水溶性维生素，在水果和蔬菜中含量丰富。但研究发现，维生素 C 与咖啡因存在一定的相互作用。维生素 C 会影响咖啡因在人体内的代谢和吸收过程，降低咖啡因的生物利用度。因此，在饮用咖啡的时候，最好暂时避开富含维生素 C 的柑橘类水果、猕猴桃、青椒等食物。3. 含钙丰富的食物。钙是人体必需的矿物质，对骨骼健康非常重要。但研究表明，咖啡因能够抑制钙的吸收，长期大量饮用咖啡可能会导致钙流失。所以，在喝咖啡的同时，最好不要大量食用奶酪、牛奶、豆制品等富含钙的食物，以免影响钙的吸收。适当补充维生素 D 和镁等矿物质也很重要，能够帮助钙更好地被人体利用。4. 兴奋剂类食品。除了常见的咖啡因，一些其他兴奋剂也可能与咖啡发生不良反应，比如能量饮料中添加的牛磺酸、瓜尼定、甘氨酸等成分都有兴奋神经系统的作用。如果这些食品与咖啡同时摄入，可能会引发头痛、心悸等不适症状，甚至危及健康。因此，在饮用咖啡时，最好远离各种含有兴奋剂的饮料和食品。危害健康的潜在风险。1. 加速心跳。过度摄入咖啡因会刺激交感神经系统，导致心率加快、心跳加速，这可能会令人感到胸闷、心悸等不适。尤其是对于有心脏病史或高血压的人群来说，
长期如此会增加心脏负担，甚至诱发心律失常等严重心脏并发症。一项研究发现，每天摄入超过400毫克咖啡因的人，心脏病发作风险会提高 16%。因此，建议每天咖啡因摄入不宜超过300毫克。2、引起焦虑。咖啡因不仅会让人感到精神亢奋，还可能导致焦虑、紧张、烦躁等情绪问题。这是因为咖啡因可刺激大脑释放多巴胺和肾上腺素，引发 fight or flight 应激反应。长期如此会让人处于持续亢奋状态，增加精神压力。有研究发现，每天摄入超过200毫克咖啡因的人，焦虑症发病风险会提高 300%。对于焦虑易感人群来说，应适当减少咖啡因摄入。3、干扰睡眠。咖啡因是一种兴奋剂，能有效阻碍腺苷受体，抑制脑内睡眠调节物质的产生，从而延长入睡时间，降低睡眠质量。一项研究显示，在睡前6小时内摄入咖啡因，睡眠时间会缩短 20%。长期睡眠不足则可能引发一系列健康问题，如注意力不集中、免疫力下降等。因此，专家建议睡前6小时内最好不要摄入咖啡因。4、肠胃不适。咖啡因可刺激胃肠道，引发消化不良、腹痛、腹泻等问题。这是因为咖啡因可增加胃酸分泌，同时放松胃肠道括约肌，加速肠蠕动。对于胃溃疡或胃炎患者来说，更要谨慎控制咖啡因摄入量，以免加重病情。一项研究发现，每天摄入超过300毫克咖啡因的人，胃肠道症状发生率会增加 50%。5、骨质流失。咖啡因会干扰机体对钙的吸收和利用，促进钙的排出，从而加速骨质流失。尤其是中老年人，长期大量饮用含咖啡因饮料，可能会增加骨质疏松和骨折的风险。一项研究发现，每天摄入超过300毫克咖啡因的中年女性，骨密度会下降 2%。此外，咖啡因还可能影响维生素 D 的代谢，进一步加剧钙流失。因此，建议适量饮用含咖啡因饮料，并适当补充钙和维生素 D。6、肾脏负担加重。咖啡因会刺激肾脏分泌更多尿素和尿酸，加重肾脏的代谢负担。长期大量摄入咖啡因，可能会导致肾结石、肾功能损害等问题。一项研究发现，每天摄入超过300毫克咖啡因的人，患肾结石的风险会增加 80%。对于有肾脏疾病史的人来说，更要严格控制咖啡因的摄入量。咖啡与健康的关系。1、咖啡有一定的健康益处。咖啡是世界上最广泛饮用的饮料之一，它不仅能给人带来愉悦感和提神作用，而且也有一些健康益处。研究表明，适量饮用咖啡可以改善认知功能，提高警觉性和注意力。咖啡含有丰富的抗氧化物，如咖啡因，能够帮助预防一些慢性疾病的发生。大量研究证实，适量饮用咖啡与降低2型糖尿病、帕金森氏病、阿尔茨海默病等疾病的风险有关。此外，咖啡还可能有助于提高运动表现，增加脂肪燃烧，并改善肝功能。2、但需要合理饮用。尽管咖啡有一些健康益处，但过量饮用也可能带来危害。咖啡因是咖啡的主要活性成分，适量摄入可以产生提神、改善认知等效果，但过量摄入则可能导致焦虑、失眠、胃肠道不适等不良反应。饮用量过大还可能增加心血管疾病、骨质疏松等风险。此外，个体对咖啡因的耐受性也存在差异，对于某些人群，如孕妇、儿童和青少年，更应该谨慎饮用。3、过量饮用会带来危害。大量研究表明，过量饮用咖啡会给身体健康带来一些不利影响。首先，过量摄入咖啡因会导致焦虑、失眠、头痛等症状。长期大量饮用咖啡还可能增加心脏病、高血压、胃肠道疾病等疾病的发病风险。此外，咖啡中还含有一些其他化学成分，如氯、多酚等，
长期大量摄入这些物质也会对身体产生潜在危害。因此，对于咖啡的饮用，不仅要注重总量，也要关注其他营养成分的摄入。4. 适量饮用会提高警觉性。适量饮用咖啡可以提高人的警觉性和注意力。研究发现，适量摄入咖啡因能够刺激大脑皮层，增强神经递质的释放，从而改善认知功能，提高工作记忆和注意力。这种效果在需要长时间高度集中注意力的工作或学习中特别明显，有助于提高工作或学习效率。但需要注意的是，这种提高警觉性的效果是有时间限制的。咖啡因在吸收后约4到6小时会代谢完毕，因此适量饮用并合理安排时间是关键。5. 还有助于预防一些疾病。除了提高警觉性和注意力外，适量饮用咖啡还可能有助于预防一些慢性疾病的发生。大量研究表明，咖啡因等咖啡中的生物活性成分可以通过抗炎、抗氧化等机制降低2型糖尿病、肝病、帕金森氏病等疾病的发病风险。此外，咖啡还可能具有保护心血管功能的作用，有助于预防心脏病和卒中。但这些预防效果往往与饮用量和饮用时间相关，因此需要合理饮用。6. 要注意饮用量和时间。综上所述，适量饮用咖啡确实有一些健康益处，但过量饮用也可能产生负面影响。因此，在饮用咖啡时需要注意控制好饮用量和时间。专家建议，成年人每天咖啡因的摄入量最好控制在300到400毫克以内，相当于2到4杯咖啡。同时，为避免影响睡眠，最好在下午3点前饮用。对于一些特殊人群，如儿童、青少年和孕妇，更应该谨慎饮用或尽量限制。总之，合理饮用咖啡既能享受它带来的益处，又能避免潜在的危害，是非常不错的生活方式选择。合理饮用咖啡的建议：了解自身体质，每个人的身体情况和对咖啡的耐受性都有所不同。有些人可以长时间饮用咖啡而毫无感觉，但也有人即使少量咖啡也会感到心跳加速、焦虑等不适。因此，在开始长期饮用咖啡之前，我们需要了解自己的身体特点，及时发现可能出现的问题。一些人可能对咖啡因过敏，会出现头痛、失眠等症状，这种情况下最好减少或戒掉咖啡的摄入。另外，咖啡会刺激胃酸分泌，对胃溃疡或胃炎患者来说可能不太合适。了解自己的身体反应，对于合理饮用咖啡很重要。控制咖啡摄入量。咖啡因是一种兴奋剂，适量饮用对身体有一定好处，但如果摄入过量，就可能会出现一些副作用，如心率加快、焦虑、失眠等。一般建议每天不要超过300到400毫克的咖啡因摄入量，相当于3到4杯现磨咖啡。超过这个量，就可能会对身体产生不利影响。另外，不同的咖啡因含量也不尽相同。例如，浓缩咖啡的咖啡因含量通常比普通低滤咖啡要高，所以在饮用时要注意控制分量，既能满足需求，又不会对身体造成负担。合理安排饮用时间。咖啡因会刺激大脑皮层，提高警觉性和活跃度，但过度饮用或在晚间饮用可能会影响睡眠质量。一般建议在早上10点至下午2点这个时间段饮用咖啡，这样可以帮助提振精神，但不会影响夜间睡眠。同时，饮用咖啡后约4到6小时，咖啡因的兴奋作用会逐渐消退，因此晚上7点之前饮用咖啡比较合适，这样可以避免出现失眠的情况。合理安排饮用时间，既能享受咖啡带来的好处，又不会影响睡眠质量。选择优质咖啡品种，不同产地和烘焙方式的咖啡，其口味、香气和咖啡因含量都会有所不同。一般来说，阿拉比卡咖啡豆的咖啡因含量较低，口味较为醇和，而罗布斯塔咖啡豆的咖啡因含量较高，口味较为苦涩。当我们选择咖啡时，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身体情况，
选择合适的品种。例如，对于咖啡因敏感的人来说，不妨选择阿拉比卡咖啡，而对于需要提神的人来说，罗布斯塔咖啡可能会是不错的选择。此外，选择新鲜烘焙的咖啡也很重要，可以保证风味更佳。适当搭配其他食物，咖啡不仅可以单独饮用，也可以与其他食物搭配。适当搭配一些食物，不仅可以提升咖啡的口感，还能发挥一些协同作用。例如，与巧克力搭配可以增强咖啡的香醇感，与奶制品搭配则可以中和咖啡的苦涩，与水果搭配则能提高咖啡的清爽感。此外，饮用咖啡时也可以适当补充一些碳水化合物或蛋白质，如面包、谷物等，以帮助身体更好地代谢咖啡因。合理搭配饮食，既可以提升咖啡的品质，也能促进身体健康。监测身体反应，在长期饮用咖啡的过程中，我们需要密切关注自己的身体反应。如果出现心率加快、焦虑、失眠等不适症状，就要及时调整咖啡的摄入量和饮用时间，同时也要留意是否出现胃肠道不适、头痛等问题。一旦发现任何异常，就应该及时采取措施，比如暂时减少咖啡摄入或改用低咖啡因的品种。只有密切关注自身反应，才能真正做到合理饮用咖啡。总之，合理饮用咖啡需要我们从多个方面入手。首先要了解自身的身体特点，控制好咖啡的摄入量，合理安排饮用时间。其次要选择优质的咖啡品种，并搭配其他食物享用。同时还要密切关注自己的身体反应，及时调整饮用习惯。只有做到这些，我们才能在享受咖啡带来的乐趣的同时，也维护好自己的身体健康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分享对您有帮助的话，可以分享给身边更多有需要的朋友。我们下个视频见了。